今天专三來的你有做好的潛質。你沒怎麼聽清楚，覺得他講得很好。對啊。大家好，我是在成都開律所的法夏。剛剛呢，我收到了一個邀請，是來自於北京偉恆成都律師事務所的李軍主任，也是我的師傅。他就說今年是偉恆成都所建所10周年，所以他們也非常開心，邀請到了羅翔老師來給我們成都律界做一個法定犯的辯護技巧專業的分享。接到這個邀請呢，有2點感觸。第一是我在偉恆成都待了有差不多5年的時間，對偉恆成都呢也非常有感情，包括李軍主任他也確實提攜和幫助了我非常的多啊，我一直非常的感激他。這次呢能回到偉恆，跟以前很多美好的同事們一起交流，然後談談生活和工作的近況，我是非常期待。第二呢是關於羅翔老師，上次見大概是在去年12月的時候，沒想到3個月左右的時間又見面了，並且我期待的是什麼呢？就在於這次他的受眾已經不再是法學生，也不再是社會的普羅大眾，而是可能会有幾百名律師同行來聽羅老師的分享。大家都知道啊，对于一個專業人士來說，同行對他的評價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我為什麼一直要做深度內容，關注我的也有很多公檢法的朋友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很在意同行的評價。而這次在這樣的分享當中呢，如果是來一些大而化之的金句啊，或者是來一些可能普羅大眾非常喜歡聽的關於刑法的一些段子式的案例，其實上同行是不會買單的。如果你要得到同行的認可，大家只會看你就是分享出來的你的一些辯護技巧到底精不精深，我自己到底有沒有關的學習有沒有得到提升，這一點是至關重要。因此呢，羅老師就是這次的分享到底能不能讓我們成都律界的很多朋友感到有收穫，或者是加深和增加對羅老師的評價，我非常的期待。说實話就是剛剛呢我也微信稍微問了一下羅老師，問他感覺怎麼樣，他也說還是有點壓力的。所以呢，羅老師這次分享到底如何我們就拭目以待。今天除了我來以外，我們德和雙叔也來了。你知道嗎？你們現在網上粉絲很多。真的嗎？對呀，所以你要對他們說什麼？羅老師的這個講座值得一聽，然後我們法山的講座更值得一聽。重點在第一句還是第二句？2句都很重。按照格律，今天专三來的你有做好的潛質。這裡面只有3種鳥是可以買的，有2種鳥是不能買的。歡歡律師，你覺得今天羅老師講的怎麼樣？很好，主要是我坐在後面沒怎麼聽清楚。你沒怎麼聽清楚，覺得他講的很好？對啊。所以0到10分，你給羅老師打的那個今天的講課11分。11分哈。好，你適合做律師。好，謝謝。吉良，你覺得今天羅老師講的怎麼樣？講的超級好。超級好。超級好。具體說一下。詼諧，但是又不失正經。深入淺出。今天講的這些例子雖然不能夠外傳，但是說實在話每個我都很想說出來。我現在也回到車上了，我就給大家談談我今天下午的一個感受吧。首先第一個感受呢是羅翔老師呢確實非常的狡猾，他在講完了以後他就已經趕緊的從門後就走了。剛才我發微信問他，他說今天晚上可能已經早早的就約了朋友，也5點多了嘛，很遺憾，然後來去匆匆嘛，也不能夠見面，所以呢本視頻是無法給大家捕捉到羅翔老師了。我有一種比較強烈的感觉，羅翔他在聊到法學專業領域方面的知識的時候，以及他在跟大家做演講做知識的分享的時候，他是很有鬆弛感的，很有安全感的，是自如的，這是他一個非常熟悉的領域。就是他這份鬆弛感是遠遠高於無論是我們在進行法律對談的時候，還是說我看到的他的其他的一些訪談節目，或者說在 B 站上的一些獲獎感言那種緊繃感是完全不一樣的。朋友們，剛剛手機沒電了，我就趕緊提前到了我晚上吃飯的地方。今天晚上吃飯的地方叫冰廚魚宴，趁着他們都沒來，給大家錄一錄。
今天下午的一個學習給我的一個比較強烈的感覺就在於確實很專業，確實很專業。我自己因為也在做刑事案子嘛，然後今天他講的法定犯的辯護技巧，我是真的有所學習。我相信呢，以後我在遇到一些類似案件的時候，肯定今天下午的課程一定是能夠給我提供到幫助的。最後是什麼呢？就在於作為一個老尾行因為我在尾行是待了幾年的，我也是在尾行成為的律所合夥人，有自己一個人生小小進步的一個台階。哎呀，今天也看了李主任，李主任是我師傅，跟他見面，包括說我們以前是有幾個都是從尾行出來，然後我們加入到德和的，比如說钟焕律師跟宜良律師。李主任呢，這次都是邀請來，我感受到了很強烈的溫暖的感覺。然後呢，這份溫暖的感觉在我們自己建立了德和成都所以後，我也一直想把這種感覺給傳遞下去，就是在我們所裡面，大家強調一個對彼此的尊重，一種永遠的歡迎，以及如果有一天你離開了以後，我也依舊會祝福你，並且關心你。我也由衷的希望就是尾行成都越來越好，正如同我由衷的希望我們德和成都越来越好一樣。然後呢，一起吃飯的是2個也是90後的非常優秀的朋友一個是紫薇，一個是立斌，一個開線下折扣店，應該今年在成都都要開70幾家了，還有一個是有自己的一個電商品牌。然後當然了，我是法律工作者嘛，他们越好我也越好做成他们實現財務自由當然包括了我們律所也是，就在於如果是客戶和客戶之間，比如說在某些行業上可能有交集的，那我肯定也會讓大家也多認識一下，以後說不定也會有一些合作的空間。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結束。